中国人从小到大被一场场考试安排得明明白白，中考、高考、考研、考公，人生像一串关卡。所以很多人第一次听说美国大学录取居然没有全国统一考试，脑子有点转不过弯，那他们靠啥选人呢？总不能抓阄吧？可诡异的是，哈佛、耶鲁这些学校却常年占据着全球大学金字塔的塔尖，不仅每年制造大批精英，还全球搜刮人才。今天咱就来说说美国的精英选拔史，看看这个没有高考的国家到底靠啥选出人才，这套玩法又真的比咱们的更公平吗？故事得从400年前说起。1636年，一帮清教徒在波士顿旁边圈了块地，办了一所小学院，本意就是给教会培养体面的牧师。这学校就是后来的哈佛。那会儿，美国东海岸先后冒出来9所这样的殖民学院，大多由宗教团体或私人力量建立。他们不搞科学研究，也不打算对美国人民负责，就是自己挑自己想要的学生。这套逻辑从根子上就写着一句话：精英怎么选，大学自己说了算。而在地球另一头，咱的老祖宗走的是另一条路。科举从隋朝到清朝，一考就是1300年，他肩负的使命是为皇家选拔人才，底层逻辑简单粗暴，不管你爹是谁，文章写得好就能往上走。这套凭考试捞财的执念太深了，甚至直到今天，中国人还默认选拔人才总得有场统考吧。这就引出2种完全不同的选人哲学。上世纪60年代，社会学家拉尔夫特纳把2种社会流动模式分别称为竞争性流动和赞助性流动。前者相信大家在同一条赛道上竞争，谁有本事谁上；后者则是由现有精英挑选、培养和吸纳下一代。看的不只是你会不会考试，而是你是谁，什么家庭，什么圈层，什么宗教信仰，想进这个圈子得有个人把你引进来。美国在理念上似乎相信前一种美国梦嘛，人人都有机会凭本事改变命运。可我们细看就会发现，美国最顶端的名校从历史源头上恰恰是后一种。哈佛也好，耶鲁也好，他们最初都不是为了从全国人民里挑出最优秀的孩子，而是为了给本地的殖民地社会培养自己人。换句话说，把我们认的人拉进圈子，培养成我们的接班人。问题是，美国后来越来越大。19世纪，美国工业化开始狂飙，铁路铺了起来，工厂冒了出来，城市膨胀了起来。这时候，教育界发现光会培养牧师已经不够了，社会需要工程师，需要律师，需要医生、科学家、企业家。于是，这些殖民学院也开始升级，逐渐褪去宗教色彩，开始面向更广泛的世俗社会。1869年，一个35岁的年轻人查尔斯·艾略特成为哈佛校长。他大刀阔斧的改革，把传统的固定课程砍掉，大量增加新的学科，推动选修制，扩充教师和研究机构。哈佛开始从一所殖民地学院慢慢变成了现代大学。与此同时，美国的现代研究型大学体系也开始兴起，大学不再只服务一个小地方，而开始面向全国培养精英。于是，哈佛、耶鲁这些学校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。他们从地方学院变成了全国性大学，从培养殖民地的自己人变成了美国顶层精英的入口。直到1954年，其中8所学校正式组成体育联盟，常春藤联盟这个我们熟悉的标签才挂了上去。回过头看，美国人其实也卷，只是卷法不一样。中国的高考把人往分数这个窄口上赶，美国没有一场统考，却把竞争拆散到成绩、才艺、体育、活动、推荐信，甚至家庭能够调动的各种资源里。一个卷的是卷面成绩，一个卷的是整个人生剧本。所以别急着羡慕美国没有高考，没有高考并不意味着没有精英选拔，大学自己调人也不意味着这套制度天然公平。恰恰相反，400年前这套制度本来就是为一个本地社会设计的。可400年后，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拥有3亿多人口的超级大国。一个原本给自己人选继承人的制度，被套上了给整个国家选精英的宏大使命。那他怎么办呢？美国人开始给这套古老的制度一层一层打补丁。他们先后搞出了标准化考试、公立大学、奖学金和各种各样的招生规则，试图让这台庞大的精英选拔机器运转得更加公平。每一个补丁都在解决一个问题，可每一个补丁也可能制造新的问题。于是
一场持续了100多年的美国精英选拔演化就这么开始了。美国人其实不是没想过用考试选人，恰恰相反，最早他们搞的就是考试入学。故事要从1900年前后讲起。1899年底，12所大学校长凑在一块儿，成立了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。2年后，搞出了美国第一次大学联合入学考试。本意挺好，别再看你念的是哪所贵族预科学校，把英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历史都拉出来考一考，考过了就录取，按成绩说话。这想法其实跟高考一个路数，可补丁一贴出了意外。考试这东西最不讲情面。20世纪初，一群犹太移民子弟靠着应考，哗哗地涌进哈佛、哥大这些名校。到1920年代中期，哈佛新生里犹太人一度占到27.6%，这可吓坏了学校里的老绅士们。这些信犹太教的家伙可不是我们的自己人啊！1920年，哈佛校长 Lowell 开始搞改革，既然考试会放进不想要的人，那就别光看分数，得加东西，看品格，看面试，看推荐信，看家庭背景，还搞地域配额，少招纽约客，多招农场主子弟。这一套东西今天叫综合评估，听着全面公平，其实落到当年，作用就是把犹太人的比例悄悄压了回去。比例确实控制住了，但新问题来了，当你优先看背景、看校友关系、看像不像自己人，那生源水平自然就不能保证了。1933年，柯南特校长上台的时候，学校里挤满了准备继承家产的少爷。这些年轻的绅士家境优越，但脑袋却未必好使。柯南特清楚，要是再这么近亲繁殖下去，那哈佛可就完蛋了。他想找个法子，把全美国那些没背景却有真本事的苗子捞上来。用他的话说，是要打破世袭的特权。可是美国各地中学教育差别巨大，连学的内容都不一样，怎么捞呢？他看中了1926年刚问世的一种新考试 SAT。 这种标准化考试不考你学过啥，测的是天资。柯南特想用它到全美国公立学校里去捞那些有真才实学的苗子，突破东北部的老圈子，全国招生。 SAT 并没有取代前面那套综合评估，它是叠在上面又加了一层。大学自己招生，但先给所有人一把相同的尺子。40年代，二战爆发，原来的学科考试因为战争暂停， SAT 逐渐成为核心标准化考试。甚至美国军方也开始大规模使用类似的能力测试，几十万人接受标准化筛选。美国人突然发现这玩意儿还真好用，不管你来自纽约还是德州，不管你在哪所高中，只要把人集中起来发一套题，几个小时以后就能把几十万人压缩成一串分数。1944年，军人权利法案通过，大量美国退伍军人进入大学，美国高等教育开始迅速大众化。以前一年几百个申请人，招生官还可以慢慢看，现在申请者越来越多，怎么办呢？先用 SAT 筛一遍吧。于是 SAT 从一个寻找漏网人才的实验，慢慢变成了美国大学招生体系中的标准工具。到1948年，教育考试服务机构 ETS 成立，这套考试加综合评估的机器就这么被固定了下来，一直用到今天。那么这道补丁到底补没补上呢？说句公道话，补了一部分。上世纪后半叶，靠着考试，不少工薪家庭的孩子真进了常春藤，阶级壁垒被撬开了一个缺口。可根上的问题没解决。近年来，有学者拿税单大数据一算， SAT 分数和家庭收入高度相关，这叫沃尔沃效应。你考多高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爸爸开不开沃尔沃，能不能请私教。每年，美国家长在考试培训和私教上要花掉几十亿美元。所谓的不看出身，只看能力，到头来还得用钱铺路。SAT 出现以后，美国顶尖大学终于有了一把大家都能看懂的尺子。可是，大学从来没有承诺过只看这把尺子。常春藤的精英选拔，底色从来不只是择优，而是选自己人。啥叫自己人？除了阶级圈层、信仰这些看得见的标签外，这个概念还隐藏着一层：你是能给大学自身带来价值的人吗？录取名单不会说谎，常春藤选材的秘密藏在一条数据里。2023年，哈佛经济学家 Rich Chetty 领衔的研究发现，在由8所藤校加上斯坦福、麻省理工、杜克、芝加哥大学等组成的常春藤加名校里，收入前1%家庭的孩子录取的概率是后20%家庭的整整77倍。
而在这批精英校的校园里，前1%家庭的学生数量甚至超过了后60%学生的总和。哪怕 SAT 分数一模一样，那些来自顶富家庭的孩子录取概率也比普通家庭的孩子高出一大截。而这高出的一大截，主要来自3扇公开的后门。第一扇门叫校友优先 Legacy， 这规矩说白了就是你爸妈是不是自己人。据 Chetty 的研究，校友子弟的录取率是普通人的3倍，要是再叠上家里有钱的 buff， 甚至能达到5倍。站在大学的角度上看，逻辑非常简单，校友是大学的自己人，他们捐钱参加学校活动，担任志愿者，帮助学校建立社会网络。那么校友的孩子来了，学校当然希望他们继续成为自己人。于是一个循环出现了，学校培养校友，校友支持学校，学校再给校友的孩子一点额外的机会。第一代进了哈佛，第2代继续进哈佛，第3代又来了。这不是偷偷摸摸的潜规则。福布斯统计过，全美排名前100的私立大学里，80%会在招生时看传承因素。一句话，血脉本身就是分数，出身直接折算成了录取率。第2扇门是体育特长。常春藤本来就是体育联盟，招募运动员无可厚非，但问题出在他们看中的那些项目，击剑、赛艇、帆船、长曲棍球，多半是富人子弟的贵族运动，穷孩子连块正经场地都摸不着。可只要你会其中一项，一旦被教练招募，录取率就能翻好几倍。在一些年份，哈佛被教练正式招募的运动员，录取率甚至可以达到7、8成，而哈佛整体录取率却只有几个百分点。于是出现了一种奇景，一个成绩平平但能打长曲棍球的富家少年，往往比一个 SAT 满分却什么运动都不会的工薪孩子离常春藤更近。为什么？因为赛场荣光、校友情怀、校园面子都是大学自己看重的资产。体育这本该是公平的试金石，在这里却不知不觉成了有钱人的入场券。第3扇门是捐赠。常春藤当然不会干标价卖学位这么 low 的事情，但招生和募资却也从来没有隔离开。在同样的情况下，父母是潜在金主的家庭，天平会微妙的倾斜。名校招生办里真有专人盯着哪些申请人的父母能捐楼、捐基金。这扇门不一定有一张公开的价目表，但却一直存在，从来不上锁。顺着这条线往下想，你会发现问题根本不在后门本身，而在大学本身就是个烧钱的利益主体。关于钱，我们放到后面再讲。3扇门合在一块儿，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点：常春藤们筛的从来都不是分数，而是身份和能给大学带来什么。校友优先筛的是血脉身份，体育生筛的是声望身份，捐赠筛的是资源身份。大学作为自己人的俱乐部，优先照顾的永远是能延续它、壮大它的人。当然，美国人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。如果所有名校最后都变成富人的俱乐部，美国梦不就成了一个笑话了吗？所以，系统又打了另一个补丁，发展出另一套完全不同的公立大学精英体系。说到公立大学，中国人可能觉得理所当然，咱最好的大学不都是国家办的吗？但在美国，逻辑完全不同。美国的公立校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培养精英，它的起点是培养公民。故事得回到19世纪，1830年代，马萨诸塞州有个教育疯子叫 Horace Mann， 满州跑断腿就为一件事：普通人的孩子也得认字，也得懂点公民常识。他用房产税搞出来了第一批免费公共学校，在这些学校里，各个年龄段的孩子挤在同一间教室里学最基本的读写算，目的很朴素，别让穷人的孩子变成文盲，也别变成暴民。你看，这跟私立藤校选自己人、培养接班人的初心根本不是一回事。19世纪后，美国快速工业化需要大批技术人才。1862年，联邦开始给各州拨土地办农工学院，就是教机械、土木农业这些实用技术的职业技术学院，这就成了今天伯克利、密歇根、德州农工这些公立旗舰的前身。你看，藤校最早培养的是牧师，而公立校培养的是技工。到了19世纪末，美国学德国，把搞科研塞进大学，公立校也跟着转型。1940年代之后，二战和冷战的联邦经费又像水一样灌进大学，公立校和私立大学一样，都吃到了这波红利。这一路走下来，公立校就从公民补习班长成了庞大的综合大学体系。
公立大学的选材机制跟藤校截然不同，最典型的要数加州。1960年，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·科尔把大学分成了3层金字塔，顶层是伯克利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，中间是教学型的普通州立学院，底层是社区学院。他的口号叫 Access 加 Excellence， 既让普通人进得去，又保住顶尖科研。这套规划最硬核的地方是给招生定了一条透明的硬杠杠。全州高中毕业生里前1/8保证能进加州大学系统里的某一所，前1/3能进州立学院，而基层的社区学院则对所有人敞开。不仅如此，为了公平，加州还搞出了个美国版的定向生，哪怕你来自一所很差的高中，只要你在这所学校的毕业生里排在前9%，照样有资格进加州大学。他把精英选拔的尺子下放到每一所高中的教室里，这大概是公立体系里最接近凭成绩往上走的方案了。加州大学也搞综合审查，但和藤校的逻辑完全不同 ，SAT、校友关系、捐款这些一概不看，他重点考察的是你在自己环境里的表现，这与藤校完全相反。藤校是看你是不是自己人，能给学校带来什么贡献，而加州大学则是为了修正阶层差异，他看的是你把自己手里的牌打到了什么水平。一个来自穷高中要打工养家的孩子和一个私校私教堆出来的孩子，哪怕成绩单数字一样，公立校会倾向于前者。美国的公立旗舰大学非常能打，它学费便宜，机会多，科研水平过硬，但长期以来却有着自己的天花板。2026年 US News 的排行榜前20名，公立校只占3席，公立校的领头羊伯克利排名全美第15名，前面14名清一色是私立。这就是美国公立大学最奇怪的地方，它明明拥有庞大的学生规模，承担着公共教育的使命，也能培养出伯克利、密歇根、UCLA 这样的世界级大学。可一旦你把镜头拉到美国精英大学的最顶层，会发现一个非常稳定的现象，最顶端的位置依然被常春藤们牢牢占据。为什么呢？难道公立大学选拔体系不行，选出的学生不够优秀？当然不是了，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手里的钱和常春藤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，而钱恰恰决定了一所大学能把精英2个字做到什么程度。咱中国的公立校为什么强大？因为国家拨款，经费有保障。而在美国，天罡完全倒反。先看一个最简单的数字，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规模超过500亿美元，耶鲁、普林斯顿、斯坦福也都是几百亿美元级别。这不是一年年学费攒的，是上百年校友和富豪捐出来，再拿去投资滚雪球的。耶鲁当年的投资长斯文森搞出了一套玩法，年化回报能到13%，每年却只花掉本金的约5%，剩下的继续复利，等于本金永远不动，利息花不完，一台涌动的印钞机越滚越大。而公立校呢，钱主要靠州议会每年拨款，今年给多少，明年不一定。80年代以来，许多州经费逐渐收紧，公立校学费占收入的比例从1980年的2成涨到今天近4成。公立大学当然也有基金，但规模和历史积累根本不是一个量级。更重要的是，公立大学承担着大规模公共教育的责任，钱必须服务于更多学生，很难攒下来滚出藤校那样的雪球。最讲成绩的公立校，偏偏最缺讲成绩需要的长期资本。而基金只是私立大学庞大收入的一部分，常春藤们还有学费、私人捐赠、科研经费、知识产权、校友网络以及庞大的医院体系。于是，一所大学慢慢变得不像一所大学，它更像一个巨大的超级组织，教育加科研加医疗加金融加校友网络。一个飞轮开始加速运转，有钱可以请最好的教授，最好的教授吸引最优秀的学生，最优秀的学生毕业以后进入华尔街、硅谷、政府、顶级律师事务所。几十年后，这些人功成名就，又回来给母校捐钱，学校变得更有钱。这个雪球滚了几百年，最后就滚成了今天的常春藤。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前面的那3扇门，就会发现它们其实都和钱连在一起。校友是大学最重要的长期资产，体育可以给大学带来声望、校友凝聚力、媒体曝光，甚至带来更多捐赠，而捐赠又变成了基金继续滚。所以招生从来不是一件孤零零的事情，它是确保这个飞轮持续旋转的润滑剂。而同样的飞轮在公立校根本转不起来。于是一个问题随之而来，
这些大学这么有钱，他们不应该承担社会责任，帮助贫困孩子吗？事实上确实有。藤校学费贵得吓人，2025学年哈佛学费加食宿超过8万美元，可他对穷孩子又大方得惊人，家庭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下免学费，10万美元以下连食宿都包，这个收入水平基本已经覆盖大多数美国家庭。这听起来简直完美，富人出钱，穷人免费，学校有钱，人人都有机会，美国梦又回来了。可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，免学费政策覆盖的家庭越来越多，可真正进来的低收入家庭孩子的比例却几乎没动。收入最低的20%家庭，在哈佛这样的高校中，长期只有几个百分点。为啥？因为免掉的只是学费，真正的门在录取那一关。SAT 培训、私校、顾问、活动，穷孩子的手里根本没有这些牌。于是我们终于可以回到这期视频最开始的问题：美国为什么没有高考？因为美国从一开始就没有相信一场考试可以定义谁是精英，他让不同的机构用自己的标准去寻找自己需要的人。这套教育制度确实造出了无数世界级科学家、企业家，但它也产生了自己的副作用。精英阶层会不断寻找新的方式，把自己的孩子再送进精英阶层。中国的问题是大家都挤进同一个考场，美国的问题则是大家都想知道谁有资格决定谁能进哪个考场。一个是在分数上内卷，一个是阶层的垄断。所以，如果非要问哪一种制度更公平，恐怕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。